如果说好莱坞有3大不能碰的东西，那基努里维斯的狗一定是最危险的存在。可有些白痴就是不信，非要和死神作对。一群俄罗斯小混混盯上了约翰那辆老爷车，想要强买强卖。Всего сука яйца. А вот и сука нет. 当晚，一群黑衣人就闯进约翰家中，在背后偷袭了约翰，他心爱的狗已被当场杀死。约翰也遭到无情毒打，而那辆老爷车也被对方抢走。他们把车开到了改装厂，准备给车换个户口。可当老板看到那辆野马时，神色立马慌张起来，让混混赶紧把车开走。可混混仗着父亲的实力威胁店主，店主也只能无奈地问他：“你把车主杀了没？”他找来自己的猪儿子，上去就是一顿暴打。而此时的约瑟夫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。It's not what you did, son, that angers me, son. It's who you did it to. Who? The fucking nobody? That fucking nobody is John Wick. 而另一边，约翰也在老板口中得知，小混混是黑帮大佬维格的儿子。他知道这无疑让他的复仇任务又难上加难，但对约翰来说，失去自己心爱的妻子已经是致命的打击。而狗与车则是压死约翰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此仇必报，追杀任务也正式开始。约翰回到家，拿着大锤走向自己家的地下室，随后一锤将地板砸碎，扒开碎石，将尘封已久的箱子打开了，里面摆满了武器与金币。而此时箱子里的这2把枪是 HKP-30 奥手枪，是约翰的主要配枪，并且枪上还装有枪口补偿器，主要用于减少枪口上跳幅度。旁边的是 Glock 26手枪，一般作为应急时使用。这里的每把枪都各有一个备用弹夹。下面的则是一把 KAB-A2-1245 汤扣战斗断刀，主要是美国海军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标准配刀。左下角的则是一把 Microtech Wood X70 弹簧刀，小巧轻便，方便携带，一般都用于紧急时刻将人杀于无形之中。右边是 ANM14TH3 燃烧弹，后面约翰就是用它烧了维格的所有积蓄。作为约翰曾经的老板，维格打来电话，请求他放过自己的儿子，语气中带着些许畏惧与哀求。可尽管是之前的老板，亲儿子终究还是亲儿子。黑帮大佬还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杀害，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派出12名杀手准备围剿约翰。约翰洗好澡，穿上猎杀专业服装，而此时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背上的纹身，左肩上是一只燃烧的地狱犬，而右肩上是一个向着月亮嚎叫的狼头。这2个图案经常出现在俄罗斯监狱纹身中，代表着对权臣和压迫的反抗。而在背部中心的纹身是十字架图案上的祈祷之手，这表明约翰是个虔诚忠实的人。虽然他是一个冷血的杀手，但是他也得到了同行和敌人的尊敬。背部上方的拉丁文字意思是命运垂青勇者，这实际上是夏威夷卡内奥赫湾海军陆战队基地第3营海军陆战队队员们的口号，并且可以在双手持枪的同时更方便看时间。杀手很快就进入了约翰的家中，约翰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到来，拿上枪并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战。而这一段我们放慢速度来看，首先约翰躲在后面，出其不意先打死一个，后架起第2个人的枪，朝着第3个人的膝盖开枪，紧接着打倒第2个人后，然后再对第3个进行补枪，和用熟悉地形的优势，在敌人到来之前迅速转移。由于在黑暗环境下作战，有一些杀手都会在枪上装上战术灯，这能在低光环境下协助使用者识别目标，但这也同样有暴露的风险。此时可以看战术灯又来了，虽然与约翰搏斗了一番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被一枪击毙。第1轮佯攻暂时解除，紧接着第2波又来了，而此时杀手们使用的枪是 Glock 17手枪，枪口上还装有短消音器，并且也同样装有战术灯。当第2波敌人的战术灯晃过自己所在的位置时，直接出来打残第1个敌人，然后把第1个敌人当成肉盾，接着迅速射击第2个人，最后还不忘补枪，好评。随后又遇上了一个最难缠的敌人，在2人会面时，约翰握住他的手，他也立马握住了约翰的枪。这一场打的是相当激烈，当最后一个敌人被打倒在地还想挣扎时，被约翰3掌无情刺穿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的门铃突然响起，看着外面闪烁的灯光，约翰已然猜到是谁。 Evening, John. Evening, Jimmy. Noise complaint. Noise complaint. You working again? No, just sorting some stuff out. 警察内心想，我脱帽了，我下班了，不关我的事。看来令人闻风丧胆的约翰风采依旧不减当年。警察走后，约翰拨通了一通电话，预定了一顿12人价的晚餐。打开门，3位收尸人进场，把刚刚击杀的12具尸体以及血迹全部处理干净。12具一共12枚金币。而维格听到这样的结局也并不惊讶，毕竟约翰的身手他还是了解的。立马维格又发布了悬赏令，悬赏金额高达200万美金，并且还找来了约翰的老搭档马库斯，他也是一位顶级杀手。维格给出了双倍悬赏金，邀请他参与行动。另一边，在纽约的酒店为温斯顿所拥有。大陆酒店有一条著名的规则，杀手不得在酒店经营场所内进行任何业务，所以大陆酒店为这个地下社会提供了一块中立地带。
约翰轻车熟路找到了酒店负责人温斯顿，询问到了维格儿子的下落，并且知道自己已被悬赏，所有的杀手都将奔向他而来。约翰回到房间，带上了所有武器，可以看到约翰的装备有一件软质防弹衣、2支 HKP30、4个 P30 弹匣、2支 Glock 26、4个 AN-M14 燃烧弹、一把 UTX-70弹簧刀、一把 HK416。约翰穿上防弹衣，戴好匕首，西装夜魔约翰正式归来。此时依旧能看到约翰的手表是朝内戴的。约翰很快就来到了约瑟夫玩乐的大楼下，夜幕降临，杀戮也正式开始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约翰就拿下3杀，并且顺利问出约瑟夫的位置。很快约翰就发现了约瑟夫，他正当约翰在观察时，却被一名杀手发现。两人打斗的动静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约瑟夫一看到约翰，顿时双腿发软，凭借手下的人海战之后，还是没能成功将约瑟夫击杀，并且约翰也身受重伤。约翰回到酒店，经过一番治疗之后，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一下。可此时房间对面的天台上，马库斯拿着狙击枪出现了，而马库斯使用的枪是一支改造成可拆卸的如格 M77 Mark RL 型。蹲在对面楼顶的马库斯本想观察一下，却没想到有人袭击他，随后开出一枪来提醒他有危险。但此时我们会发现，直接全方位扫射让对方无力还击。为了保证火力不中断，直接丝滑切换手枪进行射击，可双拳难敌四手。很不幸，约翰被保镖开车撞倒在地，约翰又一次败在了这个保镖的手上。不久后，约翰醒来，嚣张的维格直接对着约翰侮辱了起来，并且不仅侮辱了他，还侮辱他的妻子与狗。这远处的马库斯一发入魂，直接射中其中一名保镖。作为之前约翰的好搭档，他还不想看到曾经的传奇人物就这样死去。另一边，约翰见状立即挣脱，将另一名保镖干掉，随后拿起枪朝着维格的车追了上去。约翰站在维格车的前方，几枪就直接将车辆逼停，随后走上车头，一枪又将司机干掉。现在就只剩下维格一人了。孤军奋战的维格在约翰的逼问下，只好交代出儿子的位置。约翰使用的这把枪是一支从敌人手里捡来的 Kelta KSG 胡托结构棒动式霰弹枪。而此时的约瑟夫已经被铜墙铁壁保护了起来，周围遍布保镖，自认为简直就是天衣无缝。约瑟夫的好朋友甚至还在房间内打起了游戏。而此时这里有一个非常细的细节，在好朋友打游戏时可以看到他使用的角色名称是尼欧，这个名字致敬了基努里维斯在黑客帝国里扮演的角色。约翰来到上方，神不知鬼不觉已经干掉了一个狙击手，并且得到狙击枪是 DTASRS， 采用无托的栓动结构浮动式枪管，弹匣容量5发。只见在几十米开外的约翰直接一枪解决了约瑟夫的好朋友，接着一枪又一枪，门口的保镖一个接一个的倒下。遇见帕金斯告诉了维格，维格为了泄愤直接将马库斯侮辱杀害，并且还嚣张地打电话告诉约翰。可待约翰赶到时，看到的只有马库斯尸体。看着地上冷冰冰的好友，约翰心里又是一阵悲伤。看来新一轮复仇又即将开始。由于帕金斯违反了大陆酒店的规定，被酒店强行解除了酒店会员的资格，并执行了处罚。收尸人再次上场，突然感觉收尸人才是最后的赢家。而这时还在马库斯家中的约翰接到了温斯顿打来电话，温斯顿告知了维格逃跑的路线，并对这次没有及时解决帕金斯的行为尽快处理表示抱歉。很快约翰就开车追了上去，这次新仇旧恨约翰要彻底解决。约翰来到维格的车后方，直接一脚油门将后车撞翻，紧接着又朝着前方车辆不断撞击，直接将车辆撞平。车上保镖立马拿出枪朝着约翰不断射击。约翰见状直接人车合一，不断击杀保镖。经到手的豪车还不到3个小时就被撞废了。就在约翰解决最后一个保镖时，维格开着车朝着约翰直接撞了上来。幸好约翰及时反应，在快被推下去的时刻从后窗中跳了出来。最后谁曾想落得下风的维格当起了小人，从后方拿出了一把匕首不断刺向约翰。约翰看着将要刺向自己腹部的匕首，不但没躲，还借力顺势刺向了自己。随即约翰就将维格的手臂折断，接着拔出匕首直接刺向维格的肩膀。最终两人都身受重伤，这场喂狗之战也就此结束。受伤后的约翰离开了码头，他倒在地上，望着与妻子最后死亡的视频播放着一遍又一遍。妻子的视频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，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，去到一家宠物医院为自己治疗起来。约翰的动静引得一只狗不断狂叫，约翰走上前对着狗说：“做我的狗吧，我会保护好你。”最后约翰牵着他，带他走上了新故事的起点。至此本片结束，火枪击中对方，使对方丧失战斗力，然后再补上致命的一枪结束战斗，必要时还会加上各种近身格斗。这种技术有些称为指向性射击，为此基努里维斯对射击之术特意进行了特训，才给我们呈现了如此完美的射击技术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到此结束，我是皮皮侠，我们下期见。